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沈频道，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这期节目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未来的行程，就是明年1月份要去访问台湾。那这是跟台湾当地的组织来合作的，但实际上在获得邀请之前，我已经决定在明年1月份台湾大选前后到台湾访问。所以说没有邀请我也会来，如果有邀请的话当然更好，因为他们会安排一些活动，是我自己去可能不会安排到的，比如说跟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媒体人去进行交流。另外他们也会有一些行程的安排，有可能还要从台北去到高雄，当然目前还没有确定下来。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可能会多走一走，多看一看，也想跟台湾本地人多交流一下。我做这个时政节目就是想把中国问题跟大家讲清楚，分析时政新闻。那过去我是在中国大陆做媒体的时候是写作，包括不管是自己写杂志的文章，还是电视主持人的讲稿。但是呢，后来因为中国的言论管制越来越严，没有了自由表达的空间，所以说回到加拿大之后，开始做 YouTube 这个频道把我想写出来的东西给大家讲出来。那么在这个中国议题当中呢，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当我讲到中国议题、印太地区的政治格局还有国际关系的时候，台湾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战略地位一直在不断的攀升，而且它仍然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期，就是从中华民国这个大一统叙事再转变为台湾本土化，台湾就是台湾人的台湾，2300万台湾人民来决定台湾的前途。所以当台湾实现了民主化之后，一切都变了。那么这个变动是非常巨大的，这个变动过程当中也有可能招致战争。这个为什么还有很多的台湾人喜欢看我的节目来分析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就是因为大家想了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未来会做什么。当你知己知彼，你才能够做出应对，才能够保护自身的利益。而且我的观众台湾人的比例也在不断的增加，这也说明了台湾的重要性和台湾观众对我节目的认可。当然在美国的观众，在日本的观众也不少，但是相对来说在台湾的观众应该算比较集中。美国太大了，这么多的州，我时不时的也会经常去美国，只不过很少跟在美国的观众交流，因为没有机会因为大家都分散在各地。但是台湾不一样，台湾很集中，所以说我觉得有必要去到台湾跟大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那当然了，我也不可能跟所有的观众见面，我可能会在我的这个会员当中选一小部分，然后看大家的意愿和时间是不是对得上当然我也会拍摄在台湾的很多影片不管我去哪里跟谁交流，我都尽量的跟大家在这个频道里展示，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这个频道。为了这次台湾之行，还特意买了一个 iPhone 15 Pro， 到时候去台湾就用这个来拍摄。我给自己写了一个大概的行程，其中有几个景点我必须要去，如果不去的话会觉得很遗憾的地方。然后再一看别人那些年轻人他们的这个旅行的计划，我看到有一个香港的自媒体人，他跟他女朋友去台湾，说第一天什么去商圈，第二天去老街士林夜市，第三天西门町，然后什么吊桥、九份都是那种度假的蜜月的感觉但是到我这儿，台湾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228公园、忠烈祠、国史馆都是特别，还有郑南榕纪念馆，还有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就全部都是非常沉重、非常严肃的那些地方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老了呀，还是这次出行只是我单独出行所以说那些浪漫的地方我都不会去。毕竟对我来说，可能有些景点像刚才我讲到的那什么夜市什么西门町什么的，我都已经去过了。另外呢，就是对这些吃喝玩的内容呢，不知道为什么兴趣越来越小，这次更抱着一种工作的态度去，该吃还是会吃，该玩还是会玩在旅行过程中可能还是会放松一下，也不会把自己搞得那么的紧张。但是这一次出行重中之重就是去观选，就是看这次台湾的总统大选，因为这次总统大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次大选之后上台那位总统，他有可能执政4年，也有可能执政8年，而在8年之内，我想中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任总统将会见证中国经济全面的溃败，中国体制不断的瓦解，
而这个时候是最关键的时候，拥有庞大武力的解放军有可能在台海或者南海跟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军事冲突。所以说2024年大选选出了这个人，他必须要对整个国际局势看得一清二楚，而且他对台湾的定位，对台湾战略定位一定要非常清晰。在这些问题上，从我的个人的角度来讲，这4位候选人，我认为赖清德的认知是最清晰也是最稳健的。当然我也看到很多的台湾观众对民进党的内政实施方面可能不太满意啊。那任何的执政党都会有人批评，都会有人指责，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你支持某个党不代表支持每一个人、每一个官员，或者是每一个层级的政府，甚至很多的地方政府根本就不是民进党的政府，这些地方施政问题也不是所有的跟中央有关系。毕竟之前9合1大选民进党大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认为总统如果选赖清德的话，他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在整个国家的定位跟国际关系的交往上，他一定会让我们很放心。那至于一些地方施政问题，你选什么市长，选什么里长，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了。因为我跟这些地方政府没有打过交道，所以我不能够带大家去说。大家不要觉得我讲这些是没有用。看看台湾现在的情况，有多少人还在对共产党充满幻想，以为双方能够签署和平协议，以为对方能够放弃武力攻台，甚至他们认贼作父，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应该跟共产党站在一起，一起来共同反对美国。就在这2天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有4个台湾的所谓专家，分别是政治大学的教授、中研院的研究员、阳明交大的教授以及另一位政大教授，4个人召开了反战声明记者会，要求和平、反军火、自主和重气候。他们的反战声明提出了这4项诉求。那你说我讲这些台湾议题难道不重要吗？居然现在台湾还有这些人在搞这些事情，在说这些话，完全是违背常识，完全是颠倒黑白。我们看他的4个诉求，让人笑掉大牙。说停止美国军事主义与经济制裁，我不知道他指的军事主义是什么，也不知道经济制裁指的是制裁谁，是制裁俄罗斯还是制裁中国共产党呢？你到底是站在自由阵营这一边，还是站在俄罗斯、中国共产党这个独裁专制阵营这一边呢？然后他第2项说，国家预算用在民生社福与气候减缓，而非投入战争军武。国家预算如果不投入在战争军武上边，换句话说就是台湾军队应该可以解散了，因为没有预算了，对吧？他是反对预算投入到军队的。没有军队的话，你怎么保护自己现在的自由民主的权利呢？难道你依靠美国吗？但是你第一个说了反对美国的军事主义，对吧？那你什么意思呢？你这不是给共产党创造良机来统一台湾吗？第3，他说不要美中战争，台湾要自主，并与大国维持友好等距关系。喂，你连军武都不要了，连军队都不给预算了，你还维持什么关系？你看看美国军队的军事预算有多高，你看看中国的军事预算有多高，你何德何能？你没预算，你没有军武，你还想跟美国、中国保持等距关系？你想得太美了吧。然后他最后一项说，乌克兰的和平要停战谈判，不要冲突升温。如果乌克兰战争的问题能够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那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战争了，那俄罗斯也不用入侵乌克兰了。乌克兰战争的问题有多么复杂，是你一个台湾教授讲2句话，这事儿就摆平了吗？这简直也太自以为是了吧。谁不知道和平要比战争更好？可是为什么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战争呢？如果大家都是像他们一样纸上谈兵，写画画，说2句好听的，那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任何冲突跟战争了。人类社会当中的利益纠缠是这么的复杂，不是他们躲在自己的书斋里边凭想象就可以掌控的。我觉得这几个人简直活在自己的幻想的小世界当中，完全看不到现实，甚至根本不明白人类社会的运作逻辑。然后他们居然还是什么教授、什么研究员，这个整个拉低台湾的学术水平。如果你说你自己写个论文啊，在这个学术圈里边阐述自己的观点也就罢了啊，反正没几个人看得到，你愿意自己幻想就幻想去。可是问题他们还不甘寂寞，还非要去召开记者发布会，还要发表错误百出、幼稚可笑的反战声明。而这个声明还获得了37位台湾学者和艺文界人士的联署，其中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我看到台湾立委王定宇对他们的反驳，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他说，无视侵略者发动战争和威胁，却在谴责保护自己的一方抵抗，指责帮助受威胁方的盟友是挑衅，这种令人不齿的反战根本就是侵略者的帮凶。
如果有人反性侵、反抢劫，却在检讨受害者不应该抵抗，警察的介入是挑衅，丝毫不提色狼劫匪的暴行才是犯罪的根本原因，这种人与色狼盗匪无异。我们应该好好知道这37位侵略者帮凶是谁。至于学者二字，这些人拿学者封号为侵略者铺路，配得起这2个字吗？反战声明的这4位发起人当中的其中一位曾经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你若是一个小国家，你旁边有一个大国，然后他是个流氓的时候，你该做的事情就是不要惹他。这段话听起来好像是有道理的，你不要主动去惹一个大国。但是问题是怎么来定义这个惹？如果这个惹是你的存在，你就惹到他了，你不当他的傀儡，你不被他控制，你就惹到他了。那你不惹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投降，就是被他吞并，被他掌控。所以如果把他这段话带入到现实政治当中的话，他的意思就是台湾应该答应共产党的所有要求，因为你一旦不答应任何一条要求，你都是在惹他，你都是在挑衅，因为你没有服侍好他，没有让他开心。毕竟他强你弱，如果他这个道理成立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秩序了，没有任何公平正义可言了。其实这也是为什么1战、2战爆发，就是因为这个国际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大家没有建立一个基本的共识。而2战之后，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的去建立一个共识，包括建立联合国，包括建立世界银行，还有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等等，全部都是由美国牵头成立的这些国际组织，目的就是要避免过去所犯下的那些错误。每一个自由民主的主权国家，大家都可以坐下来谈，什么矛盾都可以通过国际机制来解决。但是这个秩序当中有一个漏洞，就是某些国家它不遵守国际秩序，换句话说，这些国家都是专制独裁国家，他们这些当权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损害这个国家的利益，可以损害自己人民的利益，甚至损害全球的利益。而在冷战之后的这个日子里，由于美国是全球唯一超级大国，所以说由美国坐镇，大家还能够遵守这个秩序。结果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纳粹，新的苏共，就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他现在在搞大国崛起，搞民族复兴，甚至在开倒车，回到那个专制时代，向全球输出他的意识形态跟专制体制。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际秩序正在面临最大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现在是新冷战时代。而冷战时代最根本的一个标志就是你要站队，你是站在专制独裁破坏国际秩序的这一边，还是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阵营去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而这几位所谓专家学者，他们提出的反战声明当中的诉求是明显的为了不惹怒中共，去配合中共，最后选边站选了中共。如果真的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实施了，那台湾就真的岌岌可危了，因为你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那么最后你一定会面临灭顶之灾。不过还好，台湾人不蠢，台湾的大多数民众是能够看清楚的，他们会用选票来决定台湾未来的路朝哪个方向走。台湾人最终的选择，或者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方向，就注定了这些起草和联署反战声明的人，最后都会变成跳梁小丑。他们的这些诉求不仅不可行，而且愚蠢之极。可能这里边有的人蠢，有的人是坏，但是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又蠢又坏。不管大家是不是对我有非议，或者是有不同意的地方，那么我该说的话还是会说，我该有什么样的想法仍然会自由的表达出来。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相信，这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一定会继续的把我们这个节目做下去。同样的，为了台湾人继续的捍卫自己的权益，以及这个世界继续的捍卫自由民主，我还是会尽我那一份微薄的力量。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感谢大家订阅这个频道，当然也可以加入会员来收看我们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们1月份台湾见。